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夏，不是梁虾。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 1.3 版本单核影月的角色攻略啊！相信各位都见识过这位拥有强度与颜值的并肩的影月君了吧？那么各位觉得影月君强不强呢？看完这期视频，相信你就会有答案了。有帮助到各位，希望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至于一个硬币是10经验，同时 B 站对转发权都比较大，帮忙转发一下吧。不用真的转发，退回来或者转发给我就行了。同时还有经验拿，谢谢。先从单核影月定位说起，影月是一位通过消耗多个战绩点来提高强化普攻、打出爆发伤害的虚数毁灭命图的超强输出角色。技能机制呢，通过频繁开启终结技来获取逆鳞这个效果，效果可以抵扣强化普攻的战绩点。从机制可以看出，影月在终结技上充能以及阵容搭配所需战绩点分配也会有所不同。80级的影月君，基础生命值1241，攻击力698，以及防御力363。生命值还不错吧？攻击力也在输对战当中非常扎实。不过防御力和希尔是同一档的。但是影月君作为毁灭角色，嘲讽只有天生的125点呐，对于生存压力还是不小的。如果你很幸运强化到生命值和防御力，也能大幅提升影月君的生存能力啦，也是很不错的啊。速度102在毁灭角色当中属于不错的属性。那么影月该怎么玩呢？那么接下来说一下影月的技能，战绩开启后将会给普攻强化，共3次。影月的战绩和普攻有串联性，那么先来说一下普攻。普攻平平无奇，满级100的倍率，每强化1级消耗1个战绩点，强化1次之后变成强化普攻了，造成3段单体倍率的伤害啊！注意啊，这个是纯单体的，强化2次造成5段，前3段不变是单体的，后2段变成了扩散伤害，强化3级造成了7段伤害，同样后续4段为单体扩散伤害。战绩还有一个效果啊，从第4段开始，每一段提升爆伤。以我8级为例的话，是10.5%，最多叠4层，就是42%的爆伤咯。也就是说，起码强化2次的一个强化普攻以上才能吃到这个效果。而且从天赋可以看出，影月每一段伤害可以增伤的。以我8级为例是8.7%，最高是叠6层。也就是说，你想要吃满这个战绩的天赋效果，那么需要强化3次才能完全吃满。有了战绩和天赋的增伤，影月在使用3段强普同时开启大招，可以吃到增伤效果。因为角色终结技是不算回合数的，不过要快啊，所以影月君的强度也和你的手速有关系。那这样看下来，你想要多打出使用强化3级消耗3颗战绩点，明显是不够的。那么就要说到终结技了，造成3段伤害的单体扩散。终结技总体倍率来讲，不如强化2级的一个倍率，但是终结技重点在于哪里呢？获取2个逆鳞，最多3个。前面也说过了，可以通过逆鳞来抵扣。也就是说，你影月大招需要开得更频繁，才能更好的打出强化3级普攻，才有足够的战绩点去消耗嘛。那么该如何分配呢？这一点我们配对一起说。灵魂影月开启终结技可以获取2颗逆鳞，让影月使用强普抵扣。那该如何查看逆鳞数量呢？相信聪明的小伙伴应该知道了吧？没错，在影月的腹肌旁边，目前是有2个逆鳞可以抵扣的。影月君的秘技可以进入20秒的快速移动状态，普攻就能触发，可以抵挡敌人的攻击啊。重要的不是这个啊，主动攻击到敌人开局可以获取一个逆鳞，一定程度提高影月君的爆发输出了，这点非常不错呀。行技方面，虚数以及12%的暴击率降低了影月君对面板的要求。虽然影月的生命值还行，但是防御力较低，同时作为毁灭命图角色，嘲讽值是比较高的啊，初始125点，行技生命值也可以解锁。额外能力1，战斗开始时恢复15点能量，这个一般情况下作用不大吧？如果搭配满命停云，刚好是可以充满的。这里顺便说一下，影月的攻击回能和一般角色是不同的，普攻20点，这个一样，强化1级30点也一样，2级35， 3级40啊，这个就不一样了，然后其他不变。所以强化3级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影月更快的开出这个大招。额外能力2，降低影月被控的概率，锦上添花吧。额外能力3，攻击敌方有虚数敌人可以增加24%的爆伤，这一点可以看出影月君在面对有虚数弱点的敌人收益比较大了啊，这个很重要。至于行技加点方面，因为影月君靠打强化普攻为主的嘛，那么优先肯定是升级普攻啦，其次战绩、终结技和天赋，升级收益比较低，推荐后期8级左右即可，6888，前期6级过渡即可。关追推荐，关追首选影月专武，不管是伤害上还是机制上都是有显著提升的。
总体特效给的还是比较扎实的，比如12%的充能吃满情况下，影月强化普攻3级40点能量嘛，打3次120点加中连技是5点，125点。有专武情况下125，刚好这个专武12%充能，可以稳定3个回合一个大招，125加15点嘛，140了。以上只算单人专武的循环，如果有停云之后，充能光锥加持下，可以轻松2回合开大。至于任的专武、特效暴击率、生命值以及挨打或者生命值消耗增伤，给影月增伤是不稳定的。不过因为影月比较脆嘛，考虑生存情况下还是很好用的，否则还是一般。黑塔3电的毁灭光锥金武也有很不错的表现，吃满可以增加64%的大攻击。至于克拉拉专武特效需要挨打或者消灭敌方，同样是不稳定的，只能说没有选择情况下可以带影月专武相比其他5星光锥差距在12%到15%左右，这个在暴击期望同样的情况下参考4星光锥有哪个高精炼用哪个就行了，差距都不大。其中散步时间不推荐，特效不契合，所以推荐没有好的5星光锥优先兑换黑塔毁灭光锥就可以了。仪器方面，套装性价比最强是4块枪手，毋庸置疑了。攻击力、速度、普攻增伤对于影月军来说非常吃香而虚数套需要敌方有负面效果的，绑定佩拉和老杨才能稳定触发，强度和性价比不推荐。内圈选择2防星套最佳了，不过要需要70暴击才能触发其他套装暂时还不太适合杀手图是大招的，影月军大招占比很低，不太适合。当然也可以用虚数2块枪手，性价比也是挺高的，因为2件套2+2好刷嘛，好毕业。不对，衣服方面选择暴击爆伤，推荐暴击要大于70%以上，不管是期望还是套装触发的都很重要鞋子攻击力或者速度，但个人我推荐攻击力因为影月军的攻击白值比较高，收益也比较大。速度靠副词条 Y 就可以了，我21点速度全靠副词条 Y 的。实战起来我感觉影月军速度不需要特别高所以带攻击鞋就可以了嘛。求虚数，没有说到虚数可以换攻击力，相信各位玩这么久应该都有了吧。绳子攻击力充能绳子不是很推荐首先如果队伍里没有停云，基本上很难从第3回合变成2个回合一个大招，有了停云之后可以轻松2回合就不需要充能绳子了。当然不排除极限情况下，比如老是挨打这种情况，所以带攻击还是更好的。对了，别忘了影月军的强化3次是40点能量这个充能还挺快的。阵容搭配上，影月军作为一个战力点消耗比较多的角色，奶妈最优肯定是罗刹了，没错，还是他。高额的回血量，还能应对大部分的危险环境，以及可以频繁使用普攻残点，所以有没有罗刹将决定你的影月强度了。再没有罗刹可以选择白鹿或者杰帕德。至于纳哈莎，算了。不过在练度情况足够下，也是可以胜任大多数环境的。至于辅助方面，佩拉和停云推荐首选了。在我这些天实战下来，因为佩拉可以一直普攻情况下，场特别多的战绩点以及高频减防来让影月军打出爆发。至于停云就厉害了加攻击、增伤、充能、速度、长点。除了常规增伤以外，主要还是充能，可以轻松让影月军2个回合开大。同时一魂停云可以让影月开大的时候可以加速。还有停云后续的星魂也很强，但是我现在才1魂你们有什么头绪吗？不过言归正传我这阵容打了4个回合混沌石下半打完的，也是我目前打的最快阵容了。当然这一点和弱点关系肯定是很大的，毕竟它有虚数的嘛。其他辅助方面我就推荐御空的选择了，行技可以提供虚数增伤，光锥可以带行星相位增伤，自身技能攻击力暴击爆伤，增伤非常高。不过要考虑到卡数，或者说你要满命才比较好用。但是考虑到影月的战力点循环稍微下滑了些如果要搭配御空一起，我推荐是6星魂的御空，满星魂的御空对于卡数问题以及增伤覆盖率都会有大提升不过这个队伍的爆发能力特别强灵替是没问题的。2个辅助情况下，满命御空加一个低练度的一个布洛尼亚，打出了25万5的伤害，也是我目前最高的一个伤害了你们感觉如何呢？如果这时候你把布洛尼亚给练得比较好光锥有专武了，那么肯定是能秒掉他的。布洛尼亚用的金山过往未来还不错，就是这个行技天赋没有解锁，以及这个战技大招真的比较低虽然看似这个队伍很美好，但是我在吃满 buff 情况下打了3回合打完的，
但是我是用挺云佩拉打完2个回合，甚至我有一次奇迹发生了，把1个回合打完的，你们说是不是很强？这是混沌9的啊，虽然混沌9怪比较脆，但是怎么说1回合也很快了呀，是吧？主要是0+0的布洛尼亚战力点太紧缺了，所以我这里推荐1+1的布洛尼亚竞对比较好，在战力点充足情况下极大提高整体输出。银狼适合敌方没有弱点以及单体目标情况下使用比较好，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同时影月也可以搭配克拉拉、挺云罗刹的组合啊，生存非常稳定，高嘲讽值克拉拉可以吸引仇恨，反击回血，但是罗刹这个队伍就不好用了啊，就是这样。从个人体验下来，挺云加佩拉就是最好的选择了。优点无脑，伤害稳定，面对控制多情况下有较大的战力点来截控，非常重要。这个只要玩过你就会知道这队伍的强大。然后来说一下优缺点分析总结。优点：第一，爆发能力强，伤害稳定平滑，只要战绩足够情况下就能打出较高的伤害。第二点，对单对群均为不错，很强的爆发能力。第三，强化3次输出高，一般情况小毕业打出15万以上了。喜欢大数字的爽感，非常值得推荐抽取。第4点，影月吃拐倍率高，后面有新辅助角色会更强。说完优点，来说下缺点。第一点，作为毁灭的输出角色，自身嘲讽值较高，容易挨打针对，生存能力比较差。第二点，强化普攻战力点消耗比较大，对于阵容搭配选择比较少。OK， 最后过一下星魂方面的吧。一魂抗星，这么念应该没错吧？本来可以叠6层的，一魂之后可以叠到10层，而且是额外可以叠1层，也就是说你强化2段有打出5段伤害啊，强化2级打出5段伤害就能吃麻的效果，提升在10%左右吧，还行。二魂就厉害了，开大立即行动，并且额外多一个逆鳞，不仅充能快了，伤害也高了，战绩点也充足了，大质变，提升大概30%左右。4魂提升增伤覆盖率还可以，6魂开大可以给影月搞虚数穿透，高贵城区。不过这都是克劳的一个选择啦。不过总体下来，影月作为新版本的虚数大 C， 强度非常高，伤害给的也很足，伤害高到你可以接受多个战力点的消耗，在有罗刹情况下非常值得抽取，推荐灵魂即可。0+1有条件情况下会更好，性价比也比较不错。钱包足扣2+1，也是影月君性价比最高的星魂。其他星魂克劳随意咯。所以各位打算抽影月君吗？可以把你们想法打弹幕上啊。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对你有帮助，希望可以点赞支持一下，或者转发给你有需要的朋友。那么我是梁夏，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